首尔战场上交锋激烈，1对6，我大使丝毫不慌，韩国组局故意拉上中国，原本是给美国的一份投名状。大家好，我是肖映华。前几日有韩国全球战略合作研究所主办的印太战略韩国外交路径研讨会在首尔顺利举行了。而在这次研讨会上倒是非常的热闹，不仅有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新西兰6个国家，还有中国参加。以现在中国和韩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韩国组局拉上中国就已经很奇怪了，更何况还是有关印太战略的讨论。怎么韩国是想向中国炫耀一番自己提出的印太战略不成？先说韩国的这个印太战略与美国所主导的印太战略不一样的是，他把中国定位成主要合作国家，还强调中国和韩国是永远无法分割的邻居，拒绝与中国合作的想法非常不切合实际。通篇来说，总结下来，韩国的印太战略就是要与中国追求共同的利益，一起打造繁荣且和平的印太地区。至于在南海、台海等诸多敏感问题上，韩国的印太战略似乎也是刻意在躲避中国威胁的说法。这样来看，韩国不是跟美国对着干吗？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那是众所周知的，维持其霸权地位不说，还企图强调美国在太平洋、印度洋与盟友之间的关系，计划全方面的遏制和打压中国。两个完全不同的印太战略有点意思了，韩国头脑是清醒了还是什么？就在外界准备对韩国竖起大拇指赞扬的时候，研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以韩国为首的6个国家几乎同声共泣。韩国外交部政策企划官吴龙玉先是说什么韩国版的印太战略有3大愿景：和平、繁荣和自由。然而强调这一战略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纯粹是为了以规则为基础，遵守国际法的同时捍卫地区的和平稳定。但从韩国方面的表态倒也没什么特别的不对劲儿，但接下来的日本表态就开始暴露了。日本公使对韩国版的印太战略进行了一番肯定之后，开始提及自己的印太战略，说日本的印太战略是强调印太地区的各个国家能够合作一番，共同来应对全球挑战，确保海空域的安全。日本本来就是处处挤兑中国，尤其是在拜登政府上台以后，更是没少攻击中国。现在说这样的话什么意思呢？不是明摆着在说中国吗？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几个国家就更直接了，扬言应该密切关注台湾、南海甚至是半岛局势等问题。在拜登政府的带头下，包括日韩在内的多个国家现如今都对中国充满了敌意，他们在军事上拿台湾、南海等问题来对付中国，所以提这些问题等于直接把矛头对准了中国。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大使还不清楚吗？但是丝毫没有慌张，这哪是韩国版的印太战略？说的好听点是给美国的一份投名状，说的难听一点，此次韩国组局拉上6国齐聚首尔，首尔就是战场，一个针对中国的战场。很明显，韩国不是美国的傀儡是什么？我驻韩大使馆公使方坤在总结时就说了，个别国家的印太战略虽然表面上标榜自由开放，维护地区安全，其实呢就是在组建一个排斥特定国家的小圈子。这个特定国家说的是谁？不就是中国吗？胁迫他国，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国家跟中国脱钩，根本是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以及客观事实。这次中国没有劈头盖脸的一顿骂，就已经够给他们面子了。不过韩国要想重蹈乌克兰的覆辙，破坏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那就别怪中国不客气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